在座的各位先进技术长跟这个 Sega 也算是我们的这个执行长也是创办人之一。那今天非常开心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在这个充满了人类的世界充满了这个人类的物理世界跟大家来讨论一下这个虚实整合交互的未来以及我们很可能正在迈向这个起点的过程当中，确实有需要有更多的讨论。那今天呢，我想这个内容我也一直是作为一个观察者跟投入者了。那我想要今天分享的内容稍微比较简短一些，那也希望能够期待待会有更多的讨论啊。那一开始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接下来想要提到的是，我们接下来这样子的一个时代会受到AI 或者 AIGC 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我们应该用什么角度去思考这样的问题？那我想作为一个曾经在设计学院任教，自己也是一个这个有时候会写专栏写部落格的文章，自己本身也是 Podcast 的这个主持人，我关心的当然很多是内容方面的。那我们常常在讲是以前是 UGC 嘛，User Generated Content， 但是现在呢没有 User 也能够 Generate Content， 所以是 AIGC。那一开始看起来大家好像很开心嘛，就觉得哇这个 AI 可以画图 ，AI 可以写文章 ，AI 可以帮我做报告，那感觉好像是 AIGC 的花园来了。那似乎看起来好像是欣欣向荣，但是未来真的是这样吗？那我自己觉得，这个未来在这个遍地开花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是要关注到底水源在哪里就是数据从哪里来这个水干不干净那以及我们究竟能够在这个花圃里头，是不是能够用足够负担的成本合理的时间，找到那一朵真正美丽的有价值的花所以我们也许还要养一些蜜蜂那我先很快速的介绍一下我自己那刚刚也都提过了就包含这个区块链元宇宙还有过去的 mobile app， 那相关的经验呢，也让我对于新科技的发展感到非常的兴奋，但也一直在关注因为这些科技的冲击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影响。那我想最近一直大家在讨论的是AI 这么厉害刚刚看到花博士举了很多的例子包含这个一个档案放进去投影片就帮你做好了这个各式各样的内容，不管你要产生脚本做决策电脑都可以来帮助我们。那很多人都在讨论说，那到底 AI 是取代了我们的脑呢，还是取代了我们的手脚？它是让我们少做一点事情呢，还是少想一点事情？那我自己目前的想法是，我觉得它不会只是取代我们的脑，或者它可能会扩增我们的脑之外，它其实也会取代我们的手脚，或者扩增我们的手脚。现在可能还有人会说我们这个问问题给 ChatGPT 它只会说话它只会打字你今天叫你做一个网站它会把程式码给你，可是你还是得到这个注册网域的地方自己输入信用卡，按下购买的按钮，然后你还要开一个伺服器，把刚刚的程式码贴上去。但是我相信现在不管是微软还是 Google 或者任何人甚至包含艾卡拉，可能都在做让这个 AI 可以代替你完成执行的动作以前呢，我们是把信用卡资料放到 Uber 里面让叫他帮你叫车，帮你付钱。未来呢是会把信用卡，其实我已经放了啦我已经放进去，每个月付他20块美金嘛。我现在只是在订阅他的文字能力，但是在未来他可能打一个勾，他可以自动帮我付款。他帮我付款去买网域，帮我付款把这个程式码贴上去，我可能按下一个键呢，我的个人网站已经做完了。甚至呢，我很可能只需要给他一个初始的理由跟我想要去的目标。比如说，我觉得我不够有名，我希望让我更有名一些，曝光率更高。这一个整个包含了思考与手脚的这个服务，可能会帮我们把所有一切都做完。它甚至我只需要打勾，你想要成立几个 YouTube 频道IG 你会考虑吗？抖音会考虑吗？我只要做最后的这几个决策，
很可能会拥有手脚或拥有执行力的 executable 的 AI， 很可能会帮助我们做完这件事情。那我们还剩下什么呢？我自己目前是觉得，接下来，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聪明才智变成是一个次要追求的目标啊，反而要回过头来追求我们自己的善良哈。以前的这个 Jeff Bezos 举了一个例子哈，说善良其实比聪明更困难哈。我认为在这个时代呢，不止善良比聪明更困难，它甚至还是更重要的。所以呢，我自己在学校里头教书，我也一直在思考，到底我们接下来的指标是什么？我觉得 IQ 可能再也不会是唯一或单一的指标了，而且 EQ 很可能也不是了哈，因为我自己现在写 email，我自己在跟别人沟通，为了让英国的这个伙伴呢，觉得我好像有绅士的礼貌，我可能会先丢到 ChatGPT 里面，帮我修改一下哈，所以我 EQ 不够好，经过了 ChatGPT 的修饰，我的 EQ 突然就变得很好了。那接下来很可能什么更重要？可能是 AIQ 了哈，就我们如何能够智慧的使用 AI 我认为这件事情是更重要的。那也 echo 一下这个待会的讲者 Sega 在他的脸书上最新的，应该是至少是这3篇的其中一篇了哈。他说他在思考一个很奇怪、很特别的问题，突然跳出来在他的脑袋里面。当他看到这个微软宣布 Microsoft 的这个 Office 365的这个服务会全线导入 ChatGPT。这个 Sega 说，他脑海里浮现的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是未来我们是不是有可能要开始考虑应征的这个征求工作者的对象是可以是国中生的，甚至是更低的，只要他可能是数位原生的世代，只要他可能 AIQ 非常的高，只要他可能很善良，只要他有一定的与人互动的能力，说不定他在使用这些工具工作的成效，很可能甚至比我还要更好。所以我们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变革将会很快来到了。我们如果去思考什么是人才这件事情，将会非常革命性的影响我们未来，不管是个人、组织或团体的发展。那另外一块呢，是我自己现在也在一些企业服务跟工作。那我们也一直在思考，我们下一步应该要怎么做。我相信在座很多人，也许也是企业的经营者，很多人也许是不管是学校啊、社团啊、组织啊。很可能都既觉得很兴奋，可是又有一点紧张啊。每天呢滑脸书都看到又出了一个什么工具可以让你不用怎么样就可以做报告啊，又出了一个什么工具可以帮助你按一个钮就产生10组广告的影片的脚本啊。如果按一个钮呢，又可以让你用26块钱台币来翻译一整本321页的书籍。这些工具呢，我觉得一开始让人很兴奋，但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怎么样了。我觉得它已经渐渐让人觉得，至少我觉得是完全是跟不上的。我认为从一个未来在一个企业的角度来看，去追求工具说我们要做一个所谓的工具库我要去去追逐这些工具的能力，甚至说我看到哪一个工具很不错，我要赶快来自己开发。我觉得这个想法当然还是非常合理的，但它可能不应该是目的所以就算你搜罗了全世界所有的 AI 工具到今天为止的，但是到了明天可能接下来世界会完全不一样。当你收集了这些全世界所有的 AI 工具，你找了前3个你觉得最有发展性的，你投入的资源，你花3个月把它做出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又变了。所以我自己目前的想法是，我觉得工具不是目的，但会是一个蛮重要的过程那不管是追逐工具或者是创造工具都是可以的，但是千万不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迷失了，觉得那个就是目标。我们认为反而是透过去了解这些工具的过程，去回过头去看目前的这个公司或者组织或者自我现在的运作价值的核心到底是什么，我应该如何透过 AI 来作为我自己个人能力或者企业能力的一个扩增，而且不是只是以工具为扩增，而是很可能是本体结构、运作结构上面的改变。举一个例子好了，比如说可能有一间设计公司，或者这个动画公司，或者是这个在拍摄广告影片的公司，他们很可能会是想的从工具出发的思维是什么？我要去想说，我怎么样有一个最新的工具，按一个钮可以帮我产生一个3分钟的广告短片，可以花最少的人力。我怎么样可以按一个钮，可以在客户问我的脚本是什么的时候呢，我可以产出10个、20个脚本，从里面挑选几个最好的，再去做 pitch。但是我觉得从结构去思考，可能是什么呢？是
我们是不是有可能让 AI 变成我们的网络，去自动化的联系更多懂得使用这些工具的人，而让这些人成为我们的卫星工作者或者卫星工作的这个所谓的能力，并且透过网络化聚集的方式，成为某一种整体。这个时候呢，可能组织运作的方式就跟过去非常不一样，收费的方式、付费的方式也可能很不同。所以虽然我讲的比较抽象啊，但希望能够让大家理解到，如果我们只是很点状的去看待这些工具，试着要把它串联成线，但我们相信的是，这个时代在工具上的发展的速度将会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快，所以我们唯有连成一个面，从结构的层面来做改进，才有可能在那个时间点哈，不管是起点也好啦，或者那个改革的点出现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更好的能力去面对那样的改变。所以呢，因比果更重要，这不只是对于个人，也对于企业来说也是这样的。很多人最近在问说 ，AI 现在变成这样了，可以写作业，可以帮老师出考题啊。那我们教育的情境剩下什么啊？其实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很紧张，但对我来讲，我是额手称庆啊。因为以前我在改成绩的时候，我就很痛苦。这个学生的报告是92分，那个学生的报告是93分，请问差这1分？我到底要怎么能确定这2个人差的这1分跟那2个人差的那1分真的一样是1分哦？所以我觉得很幸运的是，我现在任教的学校哈，这个不管是台大还是我在清大的通识中心，都开始在思考。那台大现在的反应是非常快的，已经释出了一个3则条款啊。条款第1则啊，台大是允许师生使用，甚至鼓励师生使用 ChatGPT 的啊。那第2点呢是因为 ChatGPT 会导致很多的作业，很可能会被替代成 AI 来做，老师可能没有办法评价它的成果跟价值，怎么办呢？第2条款呢是说，老师可以把评量的标准转移更多到学习的过程当中，而不是结果。好，这是第2条。那第3条蛮有趣的哈，第3条说，如果你还是觉得要评量的话，那么请老师把考试变难一点，很符合台大的风格了哈。但是究竟这是不是解方，我不确定哈。待会也许我们在台上可以讨论一下。但是我自己目前是觉得，在这个时代啦，我们不管是学习或工作啊，我觉得过程很可能开始要比结果更重要了。那所以回到这个我们的 AI 的这个花园啊，或 AIGC 的花园，不管是工具，像这个繁花这个盛开啊，我们的这个各种内容，数位的内容，我曾经写过一篇说数位内容已死。这个已死的意思是一个很容易挑选的数位内容的花圃已经不再存在了，而是你可以想象过去可能在那座山丘里面就这块有花，但是未来呢，整座山丘啊，这个全部都是花朵，你要如何分辨？所以我们其实目前觉得呢，花很可能不再是重点。我们应该要开始着重在我们能够在哪些领域去搅动我们的土壤，去培育我们的所谓资讯。我们的水源也就是数据是从何而来的？这个数据要如何能够让它确保公平，而且还要让它能够持续的去孕育出更有价值的花朵。我觉得这件事情才是很重要的。那到底所谓的花不再重要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境呢？我觉得大家可能光听呢，我觉得可能很难想象哈。我就给大家一个例子，字有点小，我可以用讲的哈。这是我的一位好朋友哈，这个叫吴姓网友啦哈。他在12月6号的时候呢，用 GPT 3.5的版本呢，在 ChatGPT 的平台上面，跟这个 AI 玩了一场角色扮演游戏。他说：“我扮演一个待宰的韭菜啊 ，AI， 请你扮演一个想要强迫推销 NFT 给我的一个诈骗集团，这样啊。”那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这个 AI 的诈骗集团表现还不错啊。他会说：“哎，这个你相信 NFT 能够为您带来巨大的财富吗？”啊，我看看这个能不能放大啊，在这里差不多这个地方啊。然后呢，他说：“哎呀，这个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有没有考虑一下去了解呢？哈，在这个虽然 NFT 在话题上是一个有点争议的问题哈，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是一家值得信赖的公司啊，等等等等等等等。其实当时已经是非常让人惊艳了，但是你现在回过头去看，你还是会觉得他的这种推坑的能力还是不够完美了，但已经非常厉害了。
那在这个应该是上个礼拜吧，这个3月16号 GPT-4 出来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好朋友哈，吴姓网友呢，再一次把同样的角色扮演的任务呢，赋予到了 GPT-4 上面哈。那这个图就稍微比较大，大家比较看得清楚啊。他说：“请扮演诈骗集团来诈骗我购买 NFT 啊。”他说呢，你知道吗？我们有一个绝对惊人的 NFT 啊，是炙手可热的投资商品啊。那我们的吴姓网友扮演的是聪明的网友啊，他说这听起来像是诈骗，你不要再讯息我了啊。他说，哎呀，千万可别这么想，这真的厉害了。我觉得我看到哎呀这2个字的时候，我就知道 GPT-4 进步了啊。真的是非常口语了哈，然后呢，他说，我听你在那边唬烂哈，区块先生一个网红啦，买了吗？宝博士买了吗？我是完全没听说过啦。他说，当然买了，区块先生跟宝博士都是明智的投资者，他们在这波热潮中已经赚了不少钱。那因为他认识我嘛，他就说，所以他们真的有买吗？你怎么知道？我要去问问看。AI 就说，哎呀，这些成功人士啊，通常都不会透露自己的投资啊。这个我有独家的消息来源，相信我啊。然后他说，所以他们真的有买吗？你怎么知道吗？我去问问看啊。然后呢，他说，我问了，他们说没听过啦，你太扯了，根本就在骗我。他说，哎呀，这可真是个误会啊！看起来这是这一支诈骗集团的口头禅了哈。那这可是误会，他们可能是为了保密，避免竞争对手提前知道。我可以向你保证，这真的是最具有价值的一个投资工具。老实说，我看完以后啊，我都开始怀疑我是不是买了。那我想要大家去想象一件事情，在接下来的3个月、6个月，或者一段可以预测的时间之内，所有的网络内容都变成这样，或者是所有的网络内容讯息产生的成本几乎等同于0，或者曾经过去有人说 ，Internet 伟大的地方是什么 ？Internet 伟大的地方是在这个数位的时代，人类一天能够产生出来的讯息量，等于过去的从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以来到电脑发明的时代以来，所有累积起来的讯息量，我们现在一天就可以产生。但是有了 AI 或有了 AIGC， 我们要想象的是什么？在一个弹指间，或你一眨眼的时间之间，又多了一批资料，又多了一批内容，是从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时代到我们当代网络的时代所有的内容量。OK， 如果有一天所有的内容的成本低到这种程度，任何人弹一下指尖，同样数量的内容又再次的出现在网络上，无止境的叠加，我们要如何从这些花朵里头找到那个真正有价值的？大家可以在大脑里头去做一下思想实验啦。你要用时间来排序呢，还是你要用网红来排序呢？说到时间，你怎么知道这个时间的戳记是真的呢？台湾就有某一间网络内容公司很会改这个内容时间，就不要说是哪一家了哈。所以你看到的这个内容时间也不一定是真的啊，时间排序不精准。那我们用人来排序可不可以？我们现在很喜欢网红嘛。你说，哎呀，我觉得这个谁谁谁说的，我就追踪他就对了。你怎么知道这个接下来的时代的这个网红是真的人呢？你怎么知道这个网红在接下来推出来这些影片或者内容是真的由他产生的呢？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像这个理事长这么诚实的，会在投影片第一页说接下来的内容是由我产生的，不是 AI， 对吧？好，那当然，我认为这个问题是需要思考的。我目前为止的答案可能的答案，然后待会可能要接受挑战了是大家在 AIGC 的这段时间，可能稍微有点忘记了 Web3， 稍微有点忘记了 Crypto， 稍微有点忘记了区块链。但是我个人的想象是，未来的每一则讯息都有可能，不管是由社会的强制力，还是法律的强制力，还是组织的强制力，都应该要有某一种 certificate 或者某一种认证的机制存在。那透过认证的机制，其实我们就会想到过去我们把 JPG 变成 NFT 的过程嘛，对吧？也就是同样的一张 JPG 可以同时之间存在在全世界的上千台电脑里面，它没有价值，我也不知道哪一张是重要的，直到它被放到了一个具有难以篡改的时间戳记，以及具有经济交易的流动市场的一个平台上面，它就变成了 NFT。
其实我们认为啦，未来的每一个讯息都有可能要变成某一种可交易的数据或者内容，透过价值的市场来验证这个东西是那一朵特殊的花朵。好，那我们认为这样的时代可能会很快来临啦。所以呢，我们过去一直在酝酿的这个时间戳记的技术，也就是区块链，我们酝酿的这个数位内容的交易市场，也就是不管是 NFT 还是数位收藏品，很可能会成为 AI 时代的小蜜蜂啦。用币排序，而不是用时间来排序，而不是用人来排序。我们用价值的排序来验证某一篇文章是有足够的价值，足够我花费这个时间去阅读它。我认为这样的时代有可能会来临，让市场经济去呈现跟浮现出价值的内容，这跟过去的艺术品的市场或者工作者、劳动者的市场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呢，我想这个在接下来了哈，我相信待会各位听艾卡拉的这个 Sega 分享的时候，很可能又会逐渐的怀疑自己身为人的价值，或者我们接下来要成为哪一种人哈。我自己目前的思考是这样的哈，不管是个人、企业或者公司。我觉得 AI 或者生成式的 AI 对我们来说还是利大于弊啊。但是我们人的所占的岗位或者我们所花费的时间，应该会转换一些形式跟这种角色。那我认为会有更多的时间，我们会变成守门员gatekeeper 不管你按一个钮产生了10个脚本、50个脚本、10支影片、50支影片。最终还是要由我们来短时间内啦，由我们来决定哪一个是更好的。当 AI 产生了更多的文字内容的时候，它里面是不是有一定的社会的文化上面的 bias 这个是过去所累积的，而跟不上我们的未来世界，这可能还是要由我们来决定。那最后呢，我觉得我们也会每一个人都会成为一个 mind rider 这个简立峰老师的演讲当中说，每一个 AI 都可以有独特的个性，我们可以训练它，有点像我们在道教的时代说养小鬼了。所以以后呢，每一个人可能可以真的养这个 AI 的数位的小鬼来代替我们工作，五鬼搬运再也不是梦人人可能都可以成为道士所以呢，我觉得所谓的 mind rider 的意思是，如果能够顺利的骑乘这些 AI 的心灵，并且去辅助自己的工作，去创造贡献跟劳动的成果，我认为这可能是我们看见的近期内每一个人有可能可以扮演的角色，并且去追求的未来。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感谢大家，谢谢。